白银一夜暴涨2.8%，直逼66。同一个晚上，黄金指数不紧不慢地抬了抬头，收在4419.7，一个狂奔，一个踱步，金银之间这么大的裂口，到底谁在说真话？更要命的是，明天晚上7月 CPI 就要开牌，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：这波贵金属是主升浪刚刚起步，还是 CPI 前的最后一次诱多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，星期二，我们一起来回顾隔夜这一场行情，也提前为明晚的 CPI 做好功课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在节目里说的一切，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复盘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笔决策都请独立思考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隔夜黄金小涨，白银大涨，黄金收4419.7，微涨0.45%，白银收65.27，暴涨2.79%，白银明显跑赢黄金。第二，今天最大的推手不是避险，而是市场对降息的压注还在延续，加上白银的工业补涨，大家其实都在为明晚的 CPI 屏住呼吸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件事，就是黄金4500这道关口和明晚7月 CPI 这位裁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说昨晚整体的盘面气氛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外松内紧。表面上，黄金只涨了0.45%，波澜不惊，像是在4400上方晒太阳。可白银却一口气冲高2.79%，直接扑向66这道大关。这种一个懒洋洋，一个火急火燎的分化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，市场的资金正在悄悄地往弹性更大的品种里跑。为什么说这是信号？因为黄金是贵金属里的定盘星，稳，但也钝；白银则是它那个脾气火爆的表弟，涨起来更猛，跌起来也更狠。当白银单日跑赢黄金2个多百分点，意味着这波行情里做多的情绪不是在退潮，而是在往更激进的地方蔓延。金银比价从上周五的69.29一路压缩到了昨天的67.71，比价往下走，通常就是白银在主动发力的证据。这里也顺手交代一下昨天节目里我们留的那道题。昨天我把4400当成多头本周的第一个胜负手，也说过只要它站得稳，就还有戏。结果隔夜黄金收在4419.7，稳稳站在关口上方，白银那边也守住了50日均线，继续往上顶。这一回合，多头交出了合格的答卷。但我也得老实说，这只是第一回合，真正的裁判 CPI 明晚才登场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好，我们把镜头拉近，仔细看看黄金自己的这张走势图。隔夜黄金开在4400多，全天在4400到4460这个不算宽的区间里来回磨，最终收在4419.7，比上一个交易日的4399.7多了整整20美元。别看涨幅只有0.45%，这根 K 线的意义在于它把上周五那根跳涨大阳线的成果稳稳地守住了，没有出现冲高就回吐的破功走势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黄金现在牢牢站在50日均线4146上方，这条线是多头的生命线，只要不带量跌破它，中短期的强势格局就还在。但抬头往上看，200日均线在4587，这是横在头顶的一座大山。也就是说，黄金现在的位置很微妙，脚下是坚实的支撑，头顶是沉重的压力，它被夹在一个上有顶、下有底的箱体里，等待一个方向的选择，而给出这个选择的钥匙，很可能就攥在明晚的 CPI 手里。我常用一个比喻来帮大家理解这种箱体，你可以把现在的黄金想象成一辆开上了半山腰的车，
50日均线是他脚下那块稳固的停车平台，只要不后溜下去，司机心里就不慌。而200日均线那座大山，就是前方那道还没打通的隧道口，车已经爬得很高，发动机也还有劲，但要不要一脚油门冲进隧道，司机得先看清楚前方的路况，而这份路况报告就是明晚的 CPI。看不清之前，聪明的司机会选择稳住，而不是盲目加速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是临近数据，盘面越容易陷入这种上不去、下不来的焦灼。现在重点来了，我们必须好好说说白银，因为昨晚它才是真正的主角。白银单日大涨 2.79%， 收在 65.27， 一举逼近66这道去年6月的高点。它不仅涨得比黄金猛得多，而且是主动的、放量的往上冲。这跟前一阵子它只是被动跟着黄金跑，已经完全是两种状态了。你可能会问，白银凭什么突然这么猛？这就要说到它的双重身份。白银一半是贵金属，跟着黄金享受降息、避险这些金融属性的红利，另一半却是工业金属，光伏、电子、新能源都要用到它。所以当市场既压住降息，又对经济不那么悲观的时候，白银就成了那个两头通吃的品种，金融属性和工业属性同时点火，它的爆发力自然远远大于黄金。这也是为什么金银比价会从69一路压到 67.71， 白银在这波里是实打实的在补涨，在抢跑。不过这里我要给冲动的朋友泼一盆冷水，白银的高弹性是一把双刃剑，涨的时候一天能给你2-3个百分点的惊喜，可一旦风向变了，它跌起来同样毫不留情，回撤的速度往往比黄金快1倍。尤其是在明晚 CPI 这种大数据出炉前，白银这种高贝塔的品种最容易先被拉高，再被反手砸下来吸盘。所以昨晚它领涨是好事，但绝不是让你闭眼追高的理由。聊完了两个品种各自的表现，我们得往下挖一层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。昨晚真正的主线其实不是什么突发的地缘消息，而是3个字：降息预期。上周五那份爆冷的7月非农，把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彻底点燃了。这股余温一直烧到了这周。我们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拆开来看。就业数据走弱，意味着经济在降温，市场就会预期美联储必须尽快降息来托底。降息预期一升温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就往下走，10年期收益率已经从月初的 4.69 回落到了 4.65 附近，而收益率和美元一走软，对黄金白银就是双重利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金白银本身是不升息的，你拿着它不会有利息收入。当别的地方利息越来越少，美元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，这种不升息的短板就不再是短板，持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一下子降下来了，资金自然愿意流进来。这里也要单独说一句，美元和黄金长期以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，美元强，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就显得贵，买盘就受压；美元弱，黄金反而被拖起来。隔夜美元在降息预期的压制下继续走软，这就等于给金银的上涨又添了一把柴。你看，收益率往下，美元往下，这两股力量是同向的，它们叠加在一起，才让白银这种高弹性品种一下子被点着。理解了这个跷跷板，你就明白为什么盯黄金的人永远都要顺带瞄一眼美元和美债。但请注意，这波涨势的软肋也恰恰在这里，它几乎完全是靠降息预期这一根独木撑起来的，避险几乎没怎么出力。这就意味着行情对通胀数据变得异常敏感。明晚的 CPI 就是这根独木的试金石，如果通胀继续回落，降息的逻辑被盖章，金银大概率顺势上攻。可如果通胀意外反弹，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这个幽灵重新回来，那降息预期就会被撕票，这波涨势随时可能掉头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，明晚才是真正的裁判。
再看看避险这条线，昨晚地缘政治层面相对平静，没有出现那种能让资金连夜涌向黄金的突发事件，所以我把它归为配角而非主角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刚才的判断，这波行情的底色是降息驱动，而不是恐慌驱动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其实是个需要警惕的点，纯靠预期堆起来的涨势，根基没有避险买盘那么扎实，一旦预期落空，缺乏避险这块压仓时，回撤可能会来得更急。说到预期，就绕不开这一切的总源头，美联储。现在市场的主流剧本是相信美联储在就业转弱的压力下，会在不远的将来重启降息通道。正是这个信念撑起了黄金白银最近这波强势。这里我们要理解一个最核心的机制，真实利率。所谓真实利率，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。黄金白银最怕的就是真实利率往上走，因为那意味着持有现金债券的实际回报变高，不升息的黄金就相对没有吸引力。反过来，当市场预期降息，名义利率往下走，只要通胀不失控，真实利率就会走低，这对金银就是最肥沃的土壤。所以你看，明晚 CPI 之所以这么关键，就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通胀这一头，进而决定真实利率的走向，也就决定了这波行情的生死。不过我也要提醒你，市场对美联储的这份降息信仰其实并不牢固。现在大家赌的是一个偏理想的剧本，经济温和降温，通胀乖乖回落，美联储得以从容降息，也就是所谓的软着陆。可万一明晚的 CPI 告诉我们通胀还很黏，美联储就会陷入两难，既想因为就业转弱而降息，又怕通胀反扑而不敢动。一旦市场意识到降息没那么快，风险偏好回升的逻辑就会松动，前期靠预期抢跑上来的资金很可能第一时间获利了结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份数据，既可能是加油站，也可能是急刹车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关键位置我给大家理一理。上方第一道压力是4500这道整数关口，这是短线多头必须去攻克的堡垒。再往上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200日均线4587，那才是区分强力反弹和真正牛市重启的总分水岭。只有带量站稳它，才谈得上趋势彻底反转。下方的支撑第一道在4400这个新的心理关口，也就是昨晚收盘死守的位置。再往下是6月高点4385，这里是上周放量突破后翻上来的支撑，一旦快速跌破，就说明突破被证伪了。再来读一下黄金的动能，黄金的14日 RSI 现在大约在 68.3，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，越低代表越超卖，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68.3这个读数属于中性偏多，但已经很逼近超买区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多头的力气还在，但上行的空间已经开始变窄。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诱多的疑问， RSI 逼近超买，恰恰提醒我们，在 CPI 这种大数据面前，追高的性价比正在下降。一旦数据不及预期，这里就是回踩洗盘的高发地带。轮到白银的技术面，因为它是今天的主角，我们多花点笔墨。白银上方最直接的压力就是眼前的66，这是去年6月的高点，昨晚它已经贴着这里收盘，能不能一鼓作气突破，是接下来最值得盯的看点。突破并站稳66，下一个目标就要看向70上方，甚至是200日均线 70.62 那片区域。下方支撑第一道在 63.5， 也就是上周五放量突破的起点。再往下是50日均线 62.5， 这条线昨天它站得很稳，只要不失手，白银的强势结构就还在。白银的 RSI 大约在 63.9， 比黄金稍低，处在中性偏多的位置，还没到超买。这其实透露了一个微妙的信息，白银虽然昨晚涨得凶，
但从动能上看，它反而比黄金还留有余力，超买的压力更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资金愿意往白银里跑。同样是看多贵金属，白银这边的上行空间在读数上显得更干净。当然，高弹性意味着高波动，这份余力能不能兑现？明晚的 CPI 依然是那个总开关。在这里，我必须插入一段风险提示，请你务必保持冷静。今天白银的暴涨很诱人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提高风险意识，对追高这件事多一分谨慎。我们前面反复讲到，这一波行情几乎是单靠降息预期撑起来的，避险这块压仓时是缺位的，而明晚的 CPI 是一个足以让方向瞬间反转的重磅变量。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，大数据出炉的那一刻，市场常常先假装往一个方向冲，把追单的人套牢，再猛地反手打回去。所以无论你手里是多是空，请一定管好仓位，放好保护，别让一时的兴奋变成明晚的懊悔。好，进入大家最关心的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，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部分讲清楚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近期最大的变量，毫无疑问是明天晚上的7月 CPI， 上个月的读数是 3.9%。这一次，它将直接决定降息预期能不能延续。除了 CPI， 本周四还有7月 PPI 生产者物价，是 CPI 的先行印证。周四到周五还有零售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，帮我们观察消费和通胀预期的冷热。落到具体点位上，黄金方面向上要看能不能拿下4500，站稳了就有机会去挑战200日均线4587。向下则要守住4400，一旦带量跌破，就可能回踩4385。白银方面，向上盯紧66能否突破，向下守住63.5和50日均线62.5。上行情形势 ，CPI 继续降温，降息逻辑被盖章，金银顺势上攻。下行情形势 ，CPI 意外反弹，高利率预期回归。涨势掉头，多头被迫止盈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维度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更久，黄金的大格局其实要乐观得多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趋势没有变，美国政府的债务包袱越滚越大，再加上一旦降息通道真正打开，实际利率长期向下，这些都是支撑金价中长期重心不断抬高的结构性力量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，短线上因为贴着整数关，又压住单一数据，我偏谨慎。可长线上，这些慢变量决定的大方向，我依然偏多。这两个判断并不矛盾，一个说的是明天的浪，一个说的是这一整年的潮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白银领涨，黄金蓄势，这到底是主升浪的起步，还是 CPI 前的诱多？我的判断是，趋势确实由弱转强了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要真正确认反转，黄金必须同时做到两件事：站稳4400，并且带量拿下200日均线4587。在此之前，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一次强力的修复反弹，而不是牛市的正式重启。而这两件事能不能做到，裁判就是明晚的 CPI。所以我送给大家今天的一句话 ：CPI 没开牌，4400守住才有戏。别急着为白银的暴涨欢呼，先看关口守不守，大山破不破。那么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觉得明晚 CPI 出炉后，黄金会先上攻4500，还是先跌破44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都请你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，务必保持谨慎，管好自己的风险和仓位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分析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复盘你都不会错过。
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